1周前，我爸张有根意外去世，因为他生前在工地还有一笔拖欠的20万元工资没发，于是我拿着欠条前来讨薪。可是工地门口的保安百般刁难，甚至嚣张放话，说让我爸亲自来一趟才能给钱。我爸已经去世，只等7天的守灵期结束后就会火化下葬。我反复解释，可他们根本不听，连大门都不让我进去，说这是工地的规章制度，是规定，见不到人，天王老子来了也不会给钱。爸，今天儿子带您来讨要薪资。抬棺。保安大哥，你好，我是张有根的儿子。之前我爸在这工地还有20万块的工资没有结清，他前几天去世了，所以我想拿回我爸被拖欠的工资。欠条没错，张有根也的确是我们工地的工人，可这钱你拿不走，回去让你爸亲自来一趟吧。我爸已经去世了，现在就躺在我家的堂屋里，再等3天就要送去火化下葬了，他根本来不了啊。没火化正好，你把人拉过来不就行了？要是火化了才麻烦，还得从骨灰罐子里倒出来验骨灰，那才晦气。你说什么？咋着？不乐意听啊？这是规定，是制度，你个土包子啥也不懂。咱队长说的在理啊，不见到本人，这钱绝对不能给。你说自己是张有根的儿子，谁能证明啊？万一你是冒充的呢？这是我爸的死亡证明，还有村里开的证明和我家的户口本。你们不信的话，可以仔细核对。咋着？想动手闹事儿？还当我们这里是工地呢？里面的售楼处都建好了，这里可是成片的高档别墅区，来这儿看房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容不得你在这里放肆。我再问一遍，是不是非要让我爸亲自来，你们工地才会结清他拖欠的20万元工资？你跟我喊什么？都说1万遍了，这是规定，又不是我一个保安队长说了算。有本事你自己进去找包工头去。好，我这就去找你们包工头。站住！闲杂人等不能进去。除非叫你梁头的爹亲自过来，我们就放你进去。没办法，这是规定。好，那我就按照你们的规定，回家把我爸请过来。小子，说到做到啊，别让老子看不起你。这2天我们这儿可是有大老板要来的，要是不怕死，你就带着你爸一起过来。瞎说这些做什么？借他10个胆子，他敢？彪哥，让我们见见李经理吧。之前拖欠的工资到底什么时候给呀？我还等着给孩子交学费呢。是啊，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凭什么要拖这么久？俺还等着给俺妈交住院费呢，她就剩一口气了，今天必须给钱。哼，谁让你们3个辞职跑去别的工地？活该！想要钱？行啊，按工地规定，等年底再来。去年你就这么说，等到年底又说等过完年开春再给。你们这么黑心，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俺妈躺在医院就剩一口气了，今天必须给钱。一口气？那不还没死吗？你们看看这个人，是张有根的儿子，张有根死了也没拿到钱，这就是工地的规定。想要钱没说不给，但你们得排队慢慢等。一群傻逼！有多少人被这无理的规定拒之门外，又有多少人被这群蛀虫吞掉血汗钱？既然是规定，那我就按你们的规定来。彪哥，我看你小子有点愣头青，应该不会再来闹事吧？难道他还真把他爸抬过来啊？看他那怂样，我呸！对了，这2天眼睛都放亮点，门口来要钱的全都撵走。要是真捅到大老板那里，咱们吃不了兜着走。是，都听彪哥的。村长，你们……旭东啊，你爸的工资要回来了吗？没事，咱们一起想办法。刚才有个自称是你爸生前的律师说来找你，我就把人领过来了。律师？我爸平日里都是在工地上班，怎么会认识律师？老同学，好久不见。是你？李经理，人家看上的那个包包，你啥时候给人家买啊？宝贝，那要看今晚你的表现了。
进来吧。姐夫，我找你说点事儿。来，坐。刚才的事儿，别跟你姐说。哪能呢，姐夫？不，我早就把你当成我亲哥了，比亲姐还亲啊！你放100个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说吧，什么事儿？刚才张有根的儿子来了，说张有根已经去世，想要回张有根被拖欠的20万工资，不过被我赶走了。张有根是谁？就是那个整天抠抠搜搜的铁公鸡，他平时连饭都舍不得吃，天天在宿舍清水煮面，说要存钱给他儿子娶媳妇儿。原来是他呀！那你怎么说的？姐夫，我当然是说工地有规定，必须本人亲自来才给结工资。好，干得漂亮！人都死了，还想要钱，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放心吧，跟上次一样，等我孝敬了上面的人，这20万会有你一份。谢谢姐夫。过几天别墅就要开盘了，刘总特意嘱咐我，届时董事长可能会亲自到场。你给我看好场子，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姐夫，你就放1万个心吧，有我在，一只苍蝇都进不来。没什么事儿，你就出去吧。好嘞，姐夫，您继续。死人的钱你都敢贪？规矩都是我定的，不拿白不拿，不然怎么给你买包啊？讨厌！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虑，你看一下。这是我爸写的。旭东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想必我已经不在人世了。爹没啥能耐，打工攒下的20万，原本是想早早给你留着娶媳妇用的，但是工资迟迟拖欠，我特意找了丁律师，怕我死后他们不认账，钱你要不回来。我相信正义是不会迟到的，好人一定会有好报。旭东啊，别难过，日子还长着呢，要坦坦荡荡的做人，也要真心实意的待人。咱不惹事，不为事，守本分，有底气。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要记得吃早饭，别熬夜，少玩手机。这辈子能当你爹，我很知足。要是有下辈子，下辈子再说吧。爸！旭东，请你节哀。我作为张叔叔的委托律师，拖欠薪资的事情，我一定会负责到底。今天你去工地怎么说？我拿着欠条去找他们要钱，可他们却说必须我爸亲自来一趟。我一直在强调我爸已经去世了，门口保安说这是规定，人不来，钱拿不走。胡闹！什么规定不讲公正？这样黑心企业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旭通，你放心，我这就起诉他们，这场官司一定要跟他们打。不，我不想打官司。什么？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我爸说的对，不惹事，不为事，守本分，有底气。他们既然规定要本人来拿钱，我就带着我爸亲自去一趟，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他们，这算不算本人亲自来？旭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应该很清楚这会引发什么后果。他们的别墅楼盘马上就要开张，既然不愿结工资，还说要我爸本人亲自前来。那么好，我就带我爸过去，抬棺进门，别墅变灵堂。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规定和借口来搪塞我。原本讨要拖欠的工资属于正当维权行为，可这件事处理不当，就很难收场。你这样做会触犯违反公共秩序的相关条例。我这么做
并不是为了单纯出一口气，是因为还有很多像我爸这样的打工人得不到应有权利，而被他们的规定拒之门外。你们看看这个人，是张有根的儿子，张有根死了也没拿到钱，这就是工地的规定。想要钱没说不给，但你们得排队慢慢等。一群傻逼！规定只是他们的借口。我要让那个叫孙彪的保安队长，还有他背后的大人物知道，像我爸这样一辈子勤恳善良的农民工，不怒则已，一怒便是雷霆惊天地。旭东，你说吧，想让我怎么帮你？接下来我要做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合情合理合法，绝不踩红线，绝不触犯法律风险。他们跟我讲规定，我便和他们讲道理；他们开张大吉卖别墅，我便孝子抬棺闯进去。简直是胡闹！我都听到了。老话讲，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人死了还要这么折腾，简直是无法无天，有违纲常。村长，但是你这么做没有错，是他们做的太过分。什么破规定，还让本人亲自到场才能给钱？是啊，那个李经理黑心的很，工人都在背地里叫他李扒皮。还有那个孙彪，就是他养了一条看门狗，村里好几户人也在他手底下打工，一年到头1分钱都拿不回来，欠钱还钱，天经地义。更何况逼着旭东抬着他爸去要钱，太可恶了。旭东，我们支持你，我们支持你。各位叔叔阿姨们，我在这里替我爸谢谢你们。旭东，你就说吧，需要我们怎么做？旭东，我们都是你坚硬的后盾，你大胆说。首先，我需要丁律师去相关部门开具证明文件，从而在法律层面上证实我的做法是合法的。丁律师，这是死者报告及延迟火化证明。遗体转运文书，请代理律师签字。我有力气，到时候就跟着你一起抬棺，算我一个，还有我家这口子。丁律师，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帮我办。旭东，你确定要让我这么做吗？只要这样一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有规定，我就和他们讲到底。我倒要看看，我把棺材放到他们面前的时候，那个孙彪还有李经理以及他们背后的领导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郭律师，丁律师，村长，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我们在晚上再确认一下，确保万无一失。这是旭东，到时间了，起棺出发。都严肃点儿，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姐夫，你放心，有我在，场子绝对给你看住喽。今天刘总会带着集团董事长亲临现场，记住千万别出乱子。今天要是顺顺利利的，以后高档富人区的物业经理可就是你的了。是，保证完成任务。彪哥，你要是当上了物业经理，可别忘了我们呀！那还用说吗？跟着彪哥混，指定有出息。今天把门看住了，明天你俩就是保安队长。什么玩意儿？呸呸，晦气！彪哥，你看那边，我操，这他妈什么情况？站住！谁让你们来闹事的？还不赶紧回去！今天可是我们楼盘开业，来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上流贵宾，你们得罪得起吗？再不走，就他妈的谁也别想走！我报警抓你们！知道害怕了，还不滚！该害怕的应该是你。怎么是你？行啊，小子，带这么多人过来，寻衅滋事、聚众闹事，你铁定跑不了。打电话给执法局。我来替我爸要钱，犯什么法了？你带了这么多人，就是故意聚众闹事。我说你们是黑社会也行。你仔细看看他们，我们村的村民，好多都是被你们工地拖欠工资的工人。怎么，时间长点就全忘了？彪哥，好像看着是有点眼熟。事态再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影响今天的楼盘开业啊。
我得想办法让他们离开这儿。好，既然是来讨薪的，那我就再说一遍工地的规定，必须本人亲自到场。你们其他人随我去后门签字领钱。至于你爸张有根不来现场，钱给不了。谁说我爸没来现场的？彪哥，他不会真的把他爹带过来了吧？人都死了，他敢拉过来吗？他就是个怂货。没错，他就是撺掇这帮农民工来演戏给咱们看的。老子，别演了！你以为策划这一出场面就能吓住我呀？规定就是规定，本人不到场，1毛钱你也别想拿走。孙彪，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是不是我爸亲自来了就可以进去领钱？对，没毛病。只要你现在把你爸叫过来，工地立刻给你钱，你叫他过来呀，过来呀！我爸已经来了。他这要干什么？难道真的把死人带过来了？你疯了吗？真把你爹带来了！孝子抬棺一步。彪哥，这疯了，咱们现在咋办啊？我哪知道啊！快去找我姐夫！孙彪、李大峰，你们一个也逃不掉。这抬着棺材来买房，我还是第一次见。走，我们跟着瞧瞧。姐夫，李大峰，你在哪儿啊？出大事了！孙彪这是咋了？平日里耀武扬威的，今儿个咋吓成这副模样了？谁说不是呢？今天可太反常了。我姐夫呢？他人呢？李经理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说是要去接什么大领导。你说什么？完了，这下全完了！要是让大领导们知道了今天的事，我可怎么办呀？张有根本人已经到场，孙彪、李大行，你们出来，落棺。咱们是来买别墅的，什么情况？这光天化日摆个尸体，怎么把棺材抬到这里来了？多晦气！你们公司就没人管吗？保安呢？保安！各位，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并非是我所愿。这叫什么话？难道是有人请你们过来的？没错，不过不是请，而是规定。胡闹！哪有这么荒唐的规定？还要尸体到场？就是他们公司的规定。几天前，我父亲过世，之前工地拖欠我父亲工资20万，我特地过来商讨。可是他们公司的安保孙彪拦住了我，说工资必须由本人亲自来领取。我反复强调，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无法本人到场。可孙彪告诉我，这是公司规定，死人也不例外。这什么破公司？一个小保安队长都敢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太欺负人了！我听着都来气。兄弟，你做的没错，这样的黑心公司就应该这么治他。现在我已经根据他们公司的要求，把我父亲请过来了。孙彪，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说话呀！你说话呀！我就是个看大门的，上面让我干啥我干啥，我说话哪顶用啊？那就叫你们说话好使的人出来见我。哪个不长眼的，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活的不耐烦了吧？李大发，你终于肯现身了。姐夫，你可算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姐夫，上次跟您说过张有根的事儿，结果这次他儿子带着张有根的尸体和棺材来这要账了。废物，这么点事都搞不定，平时吹牛的本事哪儿去了？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谁能想到这小子真把他爹的尸体抬来了？刘总刚才通知我说，董事长今天不过来了，不然咱俩可就惨了。那太好了，憋屈死我了！这次我非得好好教训这小子不可。怎么，来了靠山，说话都有底气了？管事的来了，那就给个说法吧。对呀，到底怎么回事？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别给我惹事儿，先安抚好宾客。是，都听姐夫的。各位尊敬的来宾，你们可不要听这个人一面之词，他就是个黑社会，带人来闹事要钱的。这位兄弟看着可不像，但是那个叫孙彪的保安看着倒像黑社会。立刻把这东西抬走！你们规定让我父亲本人来，现在又让我父亲走，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各位，
这样的出尔反尔企业，你们信得过吗？张旭东，现在是法治社会，收起你这无赖的招数！我可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属于非法扰乱公共秩序。谁说我的行为是非法？这是什么文件？难道是真的备案证明？可笑！难道政府给你的权利让你来闹事的？我手里的文件分别是在民政街道办事处以及相关单位开的证明和我此次行径的备案文件。我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合规的。这怎么可能？姐夫，我就说这小子没憋啥好屁，他是有备而来。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我看这分明就是一伪造文书，用来混淆视听、欺骗大众的。上面有联系电话，你打过去问问不就清楚？对呀，打啊！姐夫，你又打，这是假的，咱有理怕啥？你这个蠢货，闭嘴！张玉东，我不管这些材料哪儿弄来的，我这里可是售楼处，不是棺材铺，赶紧抬出去，听到了没？那你报警吧，等执法队来了，我正好问问，是你们的规定离谱，还是我这个守规矩的死者家属更荒唐？什么破规定？死人都要亲自到场？人都来了，他们倒害怕了，这两个人就不怕遭报应吗？就是，我看他们没准就是把钱给密下来了，不想给。啊，我们可没有密钱，规定就是规定。所以你们承认这个规定，对吗？回答我！你们这是草菅人命！这姐夫咋办啊？你给我把嘴闭上！你打人是吧？你打人是吧？我就打你了，怎么了？喂，刘总，什么？周董事长要亲自过来？这不是说董事长不过来剪彩了吗？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原本计划不去了，可临时又决定要来售楼处。刘总，我这边出大事了，之前那个农民工家属把棺材抬到售楼处了。什么？董事长，现在可以出发了吗？等等，小刘，说回去拿个文件，怎么这么慢？董事长，刘总的手机占线中，要不我去找他？什么？你是怎么搞的？这还用我手把手教你吗？直接给钱不就解决了？您忘了，那笔钱我全都上交给您了，自己就留了一小部分。小点声，这话要是传到董事长那儿，咱们都得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把棺材给我抬走。可是他们人多势众啊！你手下的保安都是吃干饭的吗？刘总，售楼处的好多宾客都在看着呢，我这实在不好操作。什么？李大发，你可真是个废物！在我跟董事长到售楼处前，棺材和闹事的人绝对不能让董事长瞧见，不然你连回工地搬砖的资格都没有。听明白了吗？哪个不长眼睛的家伙？董事长？喂，刘总，刘总，董事长，小刘，你脸色不好看，出了什么事儿啊？没什么，家里的事儿。真的？我最近听到一些其他公司工层滥用职权、拖欠工人薪资的事情。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用发生在公司里。不会的，董事长，咱们可是良心企业，自上化下都安分守己，绝不会出那种事儿。那就好。不过如果让我发现公司里有人背地里做着一些有损公司形象的事情，我绝不轻饶。是，明白。好了，赶紧上车吧。售楼度第一天开盘，我可不想迟到。董事长，您日理万机，要不我代替您去吧。城东地皮竞标的事情还需要您来定夺呢。先去售楼处，来得及。走吧。哦，董事长，那我赶紧上楼拿文件。小刘，你手里拿的不就是文件吗？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董事长，我忙糊涂了。用我请你上车吗？不，董事长，您先请。姐夫，刘总那边到底咋说的呀？咱可不能干等着啊！刘总和董事长在一起，马上来售楼处，那咋整啊？姐夫，咋整？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只要在董事长来之前把那帮人和棺材弄出去，我们就相安无事。姐夫，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张兄弟，咱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要不去办公室坐坐，把您父亲生前工资的事儿捋一捋，争取今天就把钱给您结了。您看这样可以吗？各位贵宾，今天售楼处开盘延期了，大家都散了吧。哟，久久至尊，这烟可不便宜啊！张兄弟，我办公室多着呢，回头给你拿2条尝尝。还是你留着抽吧。你让孙彪把宾客们全部遣散，又叫我单独去办公室，分明是想支开所有人，单独威胁我。今天
我就在这里等你们一个交代。没错，必须解决，我们哪也不去。真以为我们怕你啊？别给脸不要脸！怎么想动手啊？老子当年打过仗，可不怕你。这四周全是监控，你们还敢乱来吗？去监控室。我们都在这看着呢，今天哪儿也不去。人家按照你们的规定，把死者本人都抬过来了，你们公司是想赖账吗？张旭东，你要是再不滚，今天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这么急着赶我走，李经理是在等哪位大人物驾到啊？他怎么知道的？看来这小子背调过我，必须让他赶紧离开这里，指不定他还知道些什么。刘总和董事长10分钟后就到，监控我已经处理干净了，现在立刻把他们赶出去，否则我们俩都完了。兄弟们，好家伙，把这帮闹事的连同棺材一起轰出去！你们敢？放下！住手！出来！住手！你们在干什么？谁他妈把警察叫来的？这里发生了什么？是谁报的警？执法同志，我报的警。哎呀，执法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执法同志，我是售楼处的李经理。这个人把棺材和尸体抬到这里，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正常的。你还恶意重伤我，李经理可真是个能说会道、颠倒黑白的主啊！你别血口喷人啊！是你聚众闹事，伪造文书，还造谣诽谤我们员工。别听他在这瞎扯，是他们公司让人把棺材带过来的。这么多人先告状，刚才还准备动手打我们呢。执法同志，你们赶紧把他们连同棺材一起带走。执法同志，这里是我此次所有合法合规的备案手续和文件，请您过目。这些官方文件都是真实有效的。执法同志，就算他的手续和文件都是合法的，也不应该把棺材抬到我们售楼处啊！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的企业形象了。现在我要求立马把棺材抬走。这位先生，你为什么要把棺材抬到售楼厅呢？是他们公司规定，要求本人来领取工资的，死者也不例外。所以，我特意根据规定，把我父亲请过来了。死者本人也得来，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他们公司的保安队长，他不止一次跟我强调必须本人到场的规定。现在你当着执法同志的面再说一次，你有没有说过？你胡说，我没有。我们刚才都听到了，你说过不止一次。要是没有规定，人家为啥抬着棺材过来呀？这里全是监控，调出来看一遍，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你们说调就调监控啊？这是公司机密，你们没有权利。那我有没有权利？执法同志，是这样的，我们最近装修施工，整个监控线路都已经暂停了。你们公司的监控坏的还真是实话。我们的职工都可以证明的，确实坏了。如果拿不出视频监控，确实口说无凭，缺乏证据。这里毕竟是公共场合，我们可以移步到执法局。麻烦这位先生先把棺材抬出去吧。执法同志，我们完全配合，现在就可以离开。若是我能拿出监控视频呢，那当然也可以。张旭东，你这是扰乱公共秩序，故意拖延时间。李经理，孙队长，这次我倒要瞧瞧你们还能怎么狡辩。从我们在门口到进来，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上面。小子，你玩阴的！是你们先出尔反尔，不守规矩，我只是多留了个心眼儿，合情合理。孙彪和李大发二人很可能拒不承认本人到场的规定，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无法推翻的证据来证明。可惜监控视频都在他们公司，不好轻易取证。那我就重新让他们把规定再说一遍。这东西就是假的。退后，你再上前阻挠，就是违反执法条例。好，既然是来讨薪的，那我就再说一遍工地的规定，
必须本人亲自到场。你们其他人随我去后门签字领钱。至于你爸张有根不来现场，钱给不了。现在证据就摆在眼前，你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我姐夫，救我呀！好你个孙彪，原来是你说的。姐夫，你什么你？闭嘴！执法同志，孙彪就是个临时工，他说的话不能代表公司的规定，属于个人行为。精彩啊，李经理！出了事儿就拿临时工扛雷，自己小舅子都敢舍得出去。张兄弟，真相大白了，都是误会。我现在立马给你转钱，你带着人和棺材赶紧走，可以了吗？我愿意再加些钱，30万如何？不，50万，50万！完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李大发，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幕后的人终于现身了，准备接受审判吧。刘总，李大发，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刘总，我，你什么你？这人是滨海集团的副总刘强，响当当的3把手，出这么大事儿，待会儿有好戏看了。滨海集团副总刘强。旭东，等等，包括你父亲在内，所有人加起来被拖欠的工资，不是一笔小数目。孙彪不过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就算加上他姐夫李大发，也没这么大的胆子敢独吞这笔钱。你的意思是，他们上面还有人？我调查过了，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敢这么有恃无恐克扣工资，说明有一个更大的人物在保护他们。怪不得他们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原来是有保护伞。是这个人，他是工地和楼盘的负责人，孙彪和李大发也是他亲自任命。真正的幕后的黑手。如果真的是他，那这件事一定很棘手。我担心，就算到时我们能公布真相，他肯定也会把一切过错推在孙彪和李大发身上，把自己徐出去。他越想把自己离出去，我就偏要把他拉进来，让所有作恶之人付出代价。我要是再晚回来一会儿，公司的脸面都要被你这个蠢货丢尽了。刘总，这件事错不在我，是他们。姐夫，还有你！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住手！你怎么能打人呢？是执法同志啊，我叫刘强，是滨海集团副总，也是这个楼盘的负责人，这是我的名片。执法同志，我是在教训下属员工办事不力。这个楼盘是公司重点项目，结果开盘第1天就惹出这么大事儿，废物！那也不能动手，有问题解决问题，打人可是违法行为。是，都怪我一时急火凶相，冲动了。刘总，周董他闭嘴！执法同志，这里的情况刚来的路上我也了解了一下，关于农民工工资发放确实存在些误会。误会？恶意拖欠工资，还提出无理要求。刘总仅一句误会就想解释清楚？你就是张有根先生的儿子吧？要钱就要钱，何必非要走极端来闹事呢？哼，我们不是来闹事，我们只求一个公平。小张兄弟，大家都是明白人。你父亲刚去世，尸骨未寒，当儿子的不应该赶紧让老父亲入土为安吗？结果你把他带到这里，不就是想通过这种逼迫我们给钱吗？你放屁！要不是你们非说必须本人到场才能领工资，旭东才迫不得已这么做的。没错，可怜老张一辈子任劳任怨，人都走了还要受你们欺凌，这到底什么世道？哎，就是人都死了，还怎么本人到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离谱的规定？除非是脑子进了屎，对不对？怎么不可能？刚才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就是他们亲口所说，哪怕人死了也要本人到场。没错，看他们那嚣张跋扈的样，不知道的还以为黑社会呢。还请执法同志再播放一下视频，让这位刘总欣赏一下，
他的员工是如何耀武扬威。刚才我们已经确认，的确是你们保安队长孙彪，在中知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还提出必须本人到场的要求，且态度十分蛮横恶劣。姐夫，真是蠢货，竟然连这种把柄都能留下。滨海也是大公司，这楼盘更是重点项目，怎么会找这种员工呢？开盘第一天大喜的日子搞成这样，哼，有人要倒霉喽！执法同志，他们的这种行为难道不算是寻衅滋事？刘总不用给我扣帽子了，我是按照你们的规定来的，全程合法合规。合法合规？没错，张先生出具的文件是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完全符合规定。竟然还真合法合规。什么都不了解就指责人家，果然蛇鼠一窝，那肯定不能认啊！手下这么嚣张，打的只会是他的脸。你们别胡说八道啊！他根本不是我们滨海的员工，他只是一个外包临时工。对，我有证据，快点啊！什么呀？哎呀，合同！诸位，这是当初我们和孙彪签订的电子版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了，他孙彪系外包临时工，他的一言一行均由本人负责，与我刘总还有滨海集团没有半点关系。执法同志，你们看。果然是这样，推出去个替死鬼，把自己熏个干净。只要出了事儿就是临时工，合着只要出了坏事儿就跟公司无关呗？谁让这招好用呢？哎，看来这事儿又要不了了之了。凭什么？之前他耀武扬威那么欺负我们，现在一句临时工就想甩干净？没错，干活的时候说什么代表滨海集团监督我们，各种刁难苛责，现在出事就想撇清关系，我们不答应。没错，我们不答应。我们不答应！你们不答应有个屁用！这是法律规定。好了，我宣布，从即刻起解除孙彪的外包合同，他和我们滨海集团再无任何关系。刘总，闭嘴！另外，我们会立刻安排工资发放事宜，保证完美解决纠纷。执法同志，你们看怎么样？那今天就先这样，只开除孙彪不够吧？张旭东，你没完了是吧？刘总都答应了发工资，也开除孙彪，你还想干什么？刘总，因为孙彪的肆意妄为，才造成了现在这副局面，给滨海集团带来如此恶劣的影响，你不应该追究他的责任吗？当然会追究，但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就不劳张兄弟费心了。据我所知，是李经理把孙彪招进来的。坏了，我要没记错，李经理，孙彪，他是你小舅子吧？怪不得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敢这么蛮横，合着是有人罩着呀！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家人啊，这就说得通了。你们，刘总，李经理应该是你们正式员工吧？他安插亲属，利用职务包庇，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张旭东，你给我闭嘴！你有什么证据吗？还证据？孙彪整天我姐夫的，整个工地谁不知道？就是天天姐夫叫的那叫一个亲，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亲爹呢。人际关系最好调查，刘总一查便知。既然李大发和孙彪是替他作恶的手脚，那我就借势打断他伸出来的手脚。孙彪是我小舅子没错，但他的保安队长之位跟这没关系。就是这位置是我靠能力倒来的，就算没有姐夫，我照样也是保安队长啊！我呸！就你还能力，连自己名都不会写，整个一文盲哪来的能力？整天除了偷拍女员工裙底，你还会什么？你太过分了！你们他妈胡说什么？注意你的言辞。好，就算是我让他来的，可他做了什么事儿，说了哪些话，我又不知道，这跟我没关系。放屁！你们俩天天混在一块儿，说跟你没关系，糊弄鬼呢？就是，都到现在了，还说跟自己无关，把我们当傻子呢。够了，李大发，你利用职务安插亲属，给公司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你也被开除了。刘总，今天这么多人在这儿，要是传出去，我名声臭了，我就完了。今天这关过不去，咱们都得完。李大发、孙彪，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害群之马，
让贵客们无法看房，让民工兄弟们受众委屈，你们恶贯满盈，道歉！道歉！道歉啊！对不起。你以为推2个替死鬼出来就能解决问题？不，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执法同志，众所周知，我们滨海集团是本市标杆企业，但难免有害群之马。是我监察失职，可毕竟这是内部纠纷，我看还是我们内部解决的好。你们的内部纠纷我们不便过多参与，但一定要注意影响。您放心，该开除的都开除了，我们也会立刻准备工资发放事宜，绝不给政府添麻烦。那先这样，不过刘先生绝对不能有任何暴力、驱赶等过激行为。您放心，我们的所有做法一定合法合规。不，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张先生，也请你们注意言辞行为，有问题解决，不要激化矛盾。谢谢执法同志。执法同志慢走啊！刘总，今儿个我们可都是冲着滨海集团的名头来捧场的，结果就让我们看这么一出好戏。用人还是得擦亮眼，自己丢人没关系，砸了滨海集团的招牌，你可承担不起。各位教训的是，怪我监管不力，招待不周才会把事情搞成这样。各位今天的出行茶水费我包了，开盘时间另行通知。届时我给各位95折优惠，保证让大家满意，如何？95折，这里外能省大几十万呢！这次滨海集团可真是大出血啊！不过刘某有一个不情之请，还劳烦各位签一份保密协议，不然今天的事儿传了出去，对滨海集团影响不好啊。小周，去准备保密协议。是。敢跟我作对，那就让你看看跟我作对的代价。您注意安全。刘总，刘总，可以啊，张旭东，能想出来这招，真是小瞧你了。少废话！姓刘的，刚你不说要发工钱吗？快把工钱还给我们！快点，把欠老张的工钱还有我们的工钱都还我们！你们说什么工钱？你们还真敢想啊！把老子的开盘仪式搅成这样，还有脸跟老子要工钱？你刚才可是当着执法同志的面亲口说要发工钱，现在你这什么意思？自己说的话不认账，你当说话是放屁呢？乡亲们，你们还没看明白吗？他刚才说的那些不过是为了支走执法人员和那些客人，稳住我们而已。对，你很聪明，不像这2个废物。姓刘的，你什么意思？执法同志刚走你就变卦，你也太不是人了！我这就打电话叫执法同志回来。打呀！就算他们来了，我还是那样说，工资我会发，至于什么时候发、怎么发，哼，这是内部纠纷，他们也管不了。你这不是耍无赖吗？张旭东，钱你是拿不到，趁着事情还没闹大，有多远滚多远，不然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完蛋。你这不是耍无赖吗？来呀，有本事你就把我们所有人全都弄死，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没王法了！哎，动手了，让他试试！别，我们可是文明人，也就你们这些土包子喜欢喊打喊杀了。叔伯们冷静，刘总，你堂堂滨海集团副总，不仅纵容李大发和孙彪肆意妄为，还克扣农民工工资，你真的就缺这点钱吗？刘总小心，这小子喜欢偷拍，刚才我和孙彪就中招了。要么说你们俩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们就不会说是什么 PS 合成的吗？对呀，哎呀，我这破脑子！实话告诉你吧，像你们这种来闹事的不是第一次了。我能坐上副总位置，靠的就是手段和能力。对付你们这样没有话语权的底层人，我有的是办法。混蛋！你们现在滚蛋，我保管相安无事，不然聚众闹事、寻衅滋事，总有一条罪名适合你们。不要怀疑我的能力。听说滨海集团董事长周董为人正直，最讨厌属下肆意妄为。你这么做，就不怕周董知道吗？这小子不简单，竟然知道周董。想必周董知道了你真正的能力后，应该会对你刮目相看吧？怪不得选在今天闹事，原来是知道周董今天要来啊。不过要让你失望了，他今天来不了。小刘啊，你今天是怎么了？心生不安的，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董事长，您多虑了，
这段时间筹备开盘太忙，我没休息好，总是不放心下面的人，所以好多事儿都要亲力亲为。好，这个楼盘是公司重点项目，你辛苦了。等开盘之后给你放2天假，休息休息。你怎么开的车啊？闭着眼往上撞啊？什么叫我闭眼？明明是你开的慢，不敢开就别上路。你小张，慢慢沟通，别那么大气。周总，您先在这等等，我去叫拖车。这件事做得不错，在我没处理完楼盘的事之前，一定不能让他们离开。话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咱再理论理论。你没完了是吧？这位先生，我们有很重要的事儿，赶时间。这样，我们不需要你赔偿。我赔你们，明明是因为你们开慢车才撞上的，该你们赔老子。你谁老子呢？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老子！哎呀，别动手，有话好好说。张旭东，你的精心布局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有的是后手。周斗早晚有一天会知道，你是一个连伦明公血汗钱都敢惨的无耻败类。到那时，你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可惜永远不会有那一天。倒是你们，要不是我好心给你们工作，你们这辈子连进大城市的机会都没有吗？你好心给我们工作，这工作哪个不是我们自己争取到的？还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不都是我们亲手建起来的吗？怎么到你嘴里反而成了施舍？平时工作累点我们也认了，可你们不能不发工资啊！我们全家老小就指着这点钱过日子，你们造孽呀！这些钱或许连你们平时一顿饭钱都比不上，但却是我们生活下去的希望。连血汗钱都敢贪，你们还是人吗？少他妈唧唧歪歪的！最后问一遍，滚还不是滚？看不到钱，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要工钱，我们要工钱，还钱！好啊，还真想造反是吧？反了你们！放开我！老实点！周先生，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已经确定他才是责任事故方。执法同志，你们一定要好好教育他，有错在先还胡搅蛮缠。这个您放心，我们会秉公执法。麻烦执法同志了。小张，联系上小刘了吗？刘总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小刘这家伙跑哪儿去了？先叫辆车吧。是。老子好心给你们脸，结果不要是吧？没问题，李大发、孙彪，把他们给我轰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执法同志说了，你们不能暴力驱赶我们。你想知法犯法吗？我看你们谁敢！我看你们谁敢！对啊，刘总，毕竟执法人员提前交代过了，这要是出了事儿，我们压根负不起责呀。刘总，这么干行不通。两个怂包，有我在呢，你们怕啥？喂，刘总，我已经尽力了。李大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们还有这破棺材给我扔出去！出了事儿就把你们推出去当替死鬼，你们还要给这样的人卖命吗？就咱们以前做的那些事儿，我要是完了，你们也得完蛋。事后我再给你们200万出去躲一躲，出了任何事儿我负责。200万，姐夫，干吧！兄弟们，把这口破棺材给我扔出去！你们敢！想要动棺材，先从老头子我身上踩过去，扔棺，不棺，给我上！住手！记者。刘总你好，我是蓝天早报的记者。我们接到线索，你所负责的这个地盘存在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状况，请问是否属实？还有，在明知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医疗坚持必须本人到场才能领工资，你们为什么要设置如此离谱的规定？据说这些农民工工资已经被您据为己有。刘总，消息是真的吗？我们需要你公布这批款项。谁把记者弄来了？我不知道啊。我看了以前几次讨薪的记录，每次他们都现场答应得很好，可之后总是慢慢没了消息，还有一些人在事后遭到不公平待遇。稳住局面，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打击报复，这套组合拳确实不好化解。所以，我们要做好最坏打算。你想怎么做？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搞大，越大越好。刘总，请你说一说吧。我们需要真相。谣言，谣言，这都是谣言，是假的。假的？刘总可真是会睁着眼说瞎话呀！我父亲现在就躺在这里。先生您好，请问您就是当事人吗？没错，我叫张旭东，
我的父亲张有根生前一直在这个工地工作。不久前我父亲去世，我来讨要工钱，他们非但不给，还规定必须本人到场。我没办法，只能带着我的老父亲前来讨个公道。啊？什么？还真有这种规定？这也太离谱了！明知人都去世了，还非让本人过来，这摆明不想给工钱啊！难道传闻是真的？农民工的工钱都被他贪了？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记者朋友们，是他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多要钱讹我们，我们是冤枉的。记者朋友们，这就是证据。好，既然是来讨薪的，那我就再说一遍工地的规定，必须本人亲自到场。你们其他人随我去后门签字领钱。至于你爸张有根不来现场，钱给不了。他叫孙彪，是这个楼盘的保安队长，就是他规定必须我父亲本人到场。视频都出来了，还有脸说自己冤枉？看他嚣张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黑社会呢。那还真说不好，说不定还真是黑社会。我不是。记者朋友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伪造一段视频太容易了。对，这视频是假的，没错，我压根没说过这样的话，视频是他伪造的。以为叫来记者就可以让我就范吗？哼！我能证明视频是真的。你能证明？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刘总你好，我叫丁青，这是我的名片。光明律所律师。刘总说的很对，以现在的科技，伪造一段视频轻而易举，但鉴定一份视频真假更为容易。如果刘总不介意，我们可以在记者朋友们的见证下，找一个公开公正的鉴定中心，确认这份视频的真伪。刘总，这个办法可以啊，等鉴定完不就知道谁在说谎吗？刘总，我这个提议如何？我承认，这份视频是真的。可你刚才还坚称视频是假的，难道所有传闻都是真的？刘总，你们真的贪污了农民工资吗？当然没有，我只是说这个视频是真的而已。你们应该知道，滨海是大企业，这个楼盘又是公司重点项目，万一闹大了，影响不好。不过现在我已经调查清楚，一切都是这个叫外包孙彪的人临时工擅作主张。说起来就可气，这个叫孙彪的仗着保安队长身份肆意妄为，没少做伤害公司名誉的事儿。不，你什么你？就因为你的恶劣行为，看给公司还有农民工兄弟们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又是外包，只要出了事，全推给外包，不都这样吗？外包就是替死鬼。刚才我已经解除了和孙彪外包合同。记者朋友们，这说到底无非是外包人员的个人行为，与我们滨海没有半分关系。哼，刘总好像漏了一个人吧？李大发可是滨海集团的项目经理，难道他没有责任吗？记者朋友们还不知道，孙彪是工地经理李大发亲自聘请。李大发可是你们正式员工吧？而李大发正是孙彪的姐夫。怪不得一个保安队长这么耀武扬威，有亲戚罩着啊！说不定就是这个李大发指使他做的，两个人贪赃枉法。我没有，我也不知道。够了，忘了说了，记者朋友们，刚才我把李大发也开除了。我们滨海集团绝对不允许任何害群之马，在场众人都可以给我作证，这两个人我已经严厉惩罚，并且当众开除了。怪不得刘总能做大生意，一有问题切割的够快啊！这怎么叫切割？我这叫秉公行事，清除公司毒瘤。你的楼盘发生了这么恶劣的事情，你身为负责人，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当然，我手底下楼盘那么多，总不能每个都了如指掌吧？那还真是巧了。我这里有一份5年来全市各工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详细，怎么出事楼盘的负责人都是刘总呢？你胡说八道什么？怎么就都跟我有关？丁律师，我们之前见过面吗？刘某是否在哪里得罪过你？重新介绍一下，我叫丁青，是张旭通先生以及所有被你们拖欠工资人的代理律师，目的就是向孙彪、李大发、你还有滨海集团发起诉讼。因为你们的一句话，我们就要跑东跑西，到最后拿到的不过是我们应得的钱，甚至还拿不到。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干活就要给钱，到哪都是这个道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临时工不是挡箭牌，该谁负责？躲不了的。负责的每个楼盘都偷工减料，说跟他没关系，谁信啊？说不定他才是主谋，不然孙彪他们哪来这么大胆子敢这么做？连农民工血汗钱都要贪，丧尽天良啊！哼，好啊，哈哈，精彩！原来是奔着我来的啊！那你们如意算盘可打错了，工资的事儿跟我可没关系，跟你没关系。我们给你干的活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现在都开始光明正大耍无赖了是吧？因为这钱根本就不该滨海集团出。他们是业内有着王牌之称的元盛律所，那这个人不就是百战全胜、无一败绩的我的死对头赵磊？他怎么会来这儿？
那么长时间不来闹，偏偏选在今天闹事，难道他知道董事长今天会来？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立刻去找几个律师，我要精英。抱歉啊，刘总，路上有点堵车，我来晚了。哼，不晚不晚，来的正是时候啊。赵律，那就麻烦你向记者朋友们解释一下原委呗。好的，各位媒体朋友，你们好，我叫赵磊，是滨海集团的法务代表，受刘总委托，现在我要向大家澄清关于农民工工资发放事宜。滨海集团虽为楼盘项目开发建设主体，但并不负责农民工工资发放。根据合同，工资是由专门的第三方财务公司及金业财务公司进行发放。而就在半个月前，滨海集团已经把款项打给金业财务，与滨海集团无关。闹了半天，原来他们找错人了。连该找谁要工资都不知道，就跑到我这里闹事。正好媒体记者们都在这儿，我可是清白的。什么金业，什么财务，我们压根都不认识这个公司，怎么跟人要钱？对呀，是你们公司找我们干活，那这钱我们当然得跟你们要啊！工作是工作，发工资是发工资，有合同有制度，这不是一码事儿。怎么不是一码事儿？我们都没给人干活，那公司凭什么给我发工资啊？巨堂丁律师，你们快说句话呀！大家先冷静一点。一些项目进行时，为了财务清晰和规避风险，的确会找一个第三方财务公司进行专项工资发放。看，连这位丁大律师都这么说了，你们真的找错人了。可是我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财务公司，那我们怎么要工资？对呀，从完工到现在就没人联系我们，不行，不能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是我们说，这是法律规定。哎呀，赵律，跟这群土包子解释什么？记者朋友们，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吧？明明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结果他们非要到这儿来闹事儿，还抬棺材。对呀，今天是开盘第一天，来的都是名流贵哥，他倒好，抬口破棺材来，不就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们拿钱吗？可这钱压根跟我们无关啊！赵律，按照法律来说，这叫什么来着？张辉东先生，您的种种行为已经涉及寻衅滋事，我们完全可以追究您的行为。我们怎么就闹事了？是他要求必须本人到场，旭东才带着他父亲来的。对呀，那视频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是遵守规定。再说了，我们还有正规手续，执法同志都说了，我们完全合法合规。那是建立在滨海集团是责任主体的情况下，但现在负责你们工资发放的是金业财务，你们还来这儿可不就是闹事吗？哦，我说让本人来，你们就抬着棺材来。那我让你们去死，你们死不死啊？这么大人连句玩笑话都听不懂。你说什么？干什么？还想打人是不是？记者可都在这儿呢，你们打一个试试。记者朋友们都派好了，看看这群闹事的家伙是什么嘴脸！你闭嘴！周叔，碰瓷儿啊！记者朋友们可都看清楚了，这跟我们可没关系哈。青青，你知道我一直很看好你，当初我们有些误会，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再回来云生。谢谢赵律好意，我就算了。那你也不能跟着他们胡来啊，这可是寻衅滋事，会把你自己搭进去的。这不是胡来，我们是在维护正义。赵律，现在我是不是能起诉张旭东了？当然，决定权在您手中。好，张旭东，今天你搞砸了我们开盘仪式，还各种咄咄逼人，我们现在该算总账了。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看你刚刚死了老爸，再把你送进去，我良心不安啊！你还有良心？嘿呦，张旭东，都到现在了还狂，你是不是分不清形势啊？别跟他废话了，刘总，把他弄进去，我要让他牢底坐穿。我看你们谁敢！别碰旭东，有本事跟我来！哼，耍横是吧？可以啊，我们不介意多送几个人进去。张旭东，亏你也算是个男人，躲在这里老家伙背后算什么本事？旭东别去，没事，情既是因我而起，早晚都要解决。刘总，你想怎么处理我？简单，只要你当着记者朋友们的面，你抬棺材来是为了闹事，想从滨海集团讹一笔钱，我就大发慈悲放过你，还有你的这些老家伙们。不能答应他，旭东，咱们是来讨公道的，答应他，咱就真成闹事的了。你还得大家说清楚，恢复我和孙彪的名誉。对，刚趁着人多那么怼我，我不管，你得给我们磕个响头赔罪。这个主意好，怎么样，大孝子？你们这帮混蛋！我要是不愿意呢？不愿意？好啊，那就进去吃牢饭吧。都到现在了，还嘴硬，张旭东啊，张旭东，
迟早有你哭出来那一天。张旭东，我是在给你机会呢，非要一条错路走到底是吧？对或者错，你说了不算，法律说了才算。诸位，刚才这位赵律说，我们的工资与滨海集团无关，由一个叫金业财务的公司发放，对吧？没错，是我说的。好，那刘总能不能帮忙给个金业财务的联系方式呢？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我哪知道，这是财务的事。再说了，我没有义务帮你。不，你有义务。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有向被雇佣员工公布薪酬发放方的义务。啊？还有这种规定？是的，刘总，这属于我们的义务。李大发，你是工地经理，那工资的事你肯定知道啊。孙彪，平时发工资是你负责监督，他们的联系方式你肯定有吧？小周，你是李经理的助理，我怎么会知道？你们不知道是吧？没关系，我知道。你知道？青青，你怎么会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知道？通过第三方财务公司代发工资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我就提前查了查，果然有所发现。滨海集团确实已经按照合同把工资款项打给了金业财务。不过金业财务这个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有点熟悉，孙瑶。谁？孙瑶？那不是我姐？刚才说李大发是孙彪姐夫，那孙彪的姐姐岂不就是李大发的他的妻子？不是，我媳妇儿不叫孙瑶，孙彪又不是只有一个姐姐，你快解释下啊！刘总，你不是说工资与你们无关吗？怎么现在还是一家人？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这是明晃晃的欺诈，你身为李大发的上司就没有意识到吗？他当然不敢回答，因为他才是始作俑者。这里面有详细的资金流向，金业财务的钱分别转给了孙彪、李大发，还有就是刘强刘总。这完了，全完了。刘总，之前你不是一直声称工资与你无关吗？那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借助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吗？连农民工的血汗钱都敢贪，你就不怕良心不安吗？刘总，你立刻解释解释，我们需要真相。没错，我们需要真相。大家给刘总一点时间，让他想想该编个什么借口圆上这个弥天大谎。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泡啊？嘴这么快，什么话都往外吐了。领袍真是，你大发别死！我泡你妈！孙彪，你他妈疯了！李大发，你个畜生！咱们干这破事就算了，你怎么能把我姐扯进来呢？什么？你拿我姐的名义开皮包公司，你知不知道一旦出了事儿，我姐也要遭殃？混蛋！你别打了，放开！滚开！我打他这个混账东西，关你什么事儿啊？心疼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啊？我早就看你们两个不对劲儿了。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有一腿了？我没有，你别胡说八道。孙彪，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姐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混蛋？畜生！旭东，这出戏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精彩。狗咬狗怕。大人，刘总，你说对吧？刘总，你上吧。够了！他还想打人！我什么打你了？恼羞成怒，这是恼羞成怒了呀！哎呀，都别拍了！哎呀！假的！他那份文件是假的。刘总当然可以质疑，不过等把这个交给周董，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刘总难道忘了你的好属下已经帮你认了？赵律，这资料是假的，是他们伪造的，你一定要帮我。青青，我能看一下这份资料吗？当然可以，但我要提醒你，这只是复印件，就算毁了也无济于事。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起码的职业操守我还有的。
只要你当着记者的面确认这是假的，好处肯定少不了你。你不是跟我说是他们来闹事，你没做过克扣工资的事吗？那现在你怎么解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这样，只要你帮我度过这关，未来滨海集团所有法务都交给你。刘总，现在已经铁证如山，躲不了的。再加200万，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这是让我做伪证，你在侮辱一个律师的尊严。少说这些没用的屁话，一口价1000万。看来这次你的老对手会很难缠啊。起初每个律师都以为自己是秩序的守护者，可真当面对荣华富贵，又有几个能坚守本心呢？各位，张旭东和丁青所谓我和李大发以及孙彪同流合污的证据，完全子虚乌有，纯属他们捏造。我的律师赵磊会向大家解释清楚。赵律师，请问刚才刘总所说是否属实？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张先生和丁总所言不实？云盛是全国顶尖律所，赵律又是王牌中的王牌，出道至今从无败绩。你们觉得赵律会做没把握的事吗？可是刚才李大发和孙彪已经承认，金叶财务就是你们的皮包公司。对啊，如果丁律师拿出的证据是假的，他们怎么可能不打自招？都怪这2个蠢货！赵律，你是知名律师，你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所以我们需要你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说真相。没错，我们要真相，我们需要真相。真相就是他们伪造证据污蔑我。快说话呀！真相就是真相就是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各位记者朋友，刚才丁青律师所提供的证据全部属实，就是他们通过皮包公司侵占农民工工资。你给我闭嘴！你是不是疯了？我都说了会给你加钱，你放着钱都不要吗？钱，你就知道钱，无论多少钱，在律师的尊严面前一文不值。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辛勤劳过，1年到头无非就是挣口饭吃。你们这点钱都吞，还是不是人啊？现在我清楚地告诉你，我不会帮你，也没有人会帮你，这是你们自作自受应付的代价。赵律，你不能见死不救啊！2000万，不，5000万，让开！青青，我会立刻解除跟刘强的所有法务委托。如果接下来官司需要帮助，跟我说。谢谢。刘总，连血汗钱都要贪，你不觉得这很卑劣吗？你就真的这么缺钱吗？刘总，你就不想说些什么吗？刘总，接下来我会代表所有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向你提起诉讼，同时你还将面临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的指控。赵旭东，你们真以为自己赢定了是吧？我告诉你们，这不可能！哪个不要命的在这闹事啊？他是谁啊？不知道啊。怎么了？你出事！你们要干什么？拿过来吧你！你们什么人啊？抢我们相机干什么？你们怎么还打人啊？打人怎么了？再不老实，连你一块揍！这些人是旭东，这帮家伙看着可不像好人啊！喂，是执法队吗？
小妹妹，找人告状，可不是个好习惯哦。都给老子老实点儿！从现在开始，没有老子的允许，谁敢多说一句话，后果自负！相机内存卡都给我毁了，还有手机都给我收过来！是。放开我！拿过来！刘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闭嘴！把手机都交出来！我们为什么要交手机？让你们交就交，哪来这么多废话？快点，不然老子不客气了！你跟谁老子的？我们就是不交咋了？我们倒要看看是怎么个不客气。好啊，你们这帮土包子还真有种，想打架是吧？行，兄弟们，干他妈！等等，叔伯们，把手机给他。为什么啊，旭东？这帮人闯进来就骂，一看就不是好人，咱凭什么把手机给他们啊？是啊，旭东，咱们也不是好欺负的，想欺负我们，先掂量掂量。他们一看就是姓刘的找来的，这么明目张胆挑衅，就是奔着找事来的。万一打起来不好收场，事情闹大，判定互杀的话，也对我们不利。还算你小子识相，来人，收手机。都老实点啊！都老实点啊！老大，内存卡都毁了，去把门堵上，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又抢摄像机，又抢手机，你们想干什么？还打人！你们就是一帮混蛋！绑架，这是赤裸裸的绑架！他们摆明了就是黑恶势力！出去，放我们出去！我警告你们，可都是蓝天早报的记者，你们要是敢伤害我们，执法人员不会放过你们的。没错，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你们这么明目张胆绑架我们，真是好大的胆子！说话就说话，别给我扣帽子啊！谁绑架你们了？抢走我们相机，限制我们自由，这还不是绑架？就是。对啊，这不是绑架是什么？我只是想跟大家好好谈谈，是你们一直唧唧歪歪吵个不停，我也是没办法。我们怎么吵了？明明是你们进来就抢设备。就是。再说了，我们压根不认识你，有什么好谈的？对啊，你到底是谁啊？你们怎么这么多问题？想知道我是谁是吧？没问题，我叫胡大海。哟，你怎么知道我名字？久闻大名。哦，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么有名？在道上，你胡大海的名字可是响当当的，黑白两道谁不知道？哈哈哈，那倒是，我胡大海做事向来光明磊落。哼，光明磊落，抢记者设备，限制大家自由，这就是你所谓的光明磊落？9年前，你因为黑社会组织罪被判刑9年，这么算，你今年才刚出狱吧？怪不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果然不是好人。竟然把黑社会都叫来了，这个刘强果然心狠手辣呀！他本来就是黑社会，竟然知道我，可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当年对你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他是我的老师。原来是那个老家伙的徒弟啊，怪不得这种讨厌的感觉这么熟悉。胡大海，还需要我再给你科普下法律吗？聚众行凶，非法持械。哦对，还要再加上一条非法拘禁。再进去，你这辈子可就出不来了。差点忘了你不是初犯，那应属从重情节，很有可能会是死刑哦。够了，这位大律师吓唬我！我有没有吓唬你，你心里比我清楚。还有刘总，与黑社会勾结，你的罪名也小不了。胡大海，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不然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等到时候他们把你供出来，你作为指使者，罪名比他们只重不轻。没想到你竟然为了吞下我们工资，勾结黑社会，就这些钱值得你这么做吗？我就不信法治社会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来啊，有种就把我们都杀了，毁尸灭迹啊！有本事就杀了我们！来啊，我们不怕你！刘总，你这是何必呢？
本来就只是工资的事儿，现在非要上升到犯罪层面。你不会以为这么做就能逃脱责任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们逃不掉的。除非你把我们全杀了，但我不信你敢光天化日杀这么多人。哼，就算把我们杀了，他们也跑不了。冒着死刑的风险，只为贪污点农民工工资，你可真是蠢啊！刘总，咱只是图财，真没必要走到这一步吧？杀人可是要判死刑的。谁说我要杀人了？丁大律师，我听你们刚说什么犯罪什么死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那他帮你欺负我们，现在想撇清关系，晚了。抱歉，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这位胡先生，我们认识吗？当然不认识。你哪位啊？大家可都听到了吧？这位胡先生说了，我们压根儿不认识。听他们意思，搞得我像是你手下。老子胡大海从来不当别人手下。他们竟然不认识，这怎么可能？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总感觉你心神不宁。没事儿。又不是第一个楼盘了。可能新楼盘开盘有点紧张吧。哦，对，明年老王就退了，总经理的位置到时候就是你的。真的？好好干，我看好你。谢谢周董。不行，我还是觉得心里没堵。现在立刻帮我找一些人，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出现，一旦需要他们，切记不可跟我有半点联系。这都多大会儿了，车还没来吗？我也纳闷儿，按理来说应该到了啊。我问问。喂？什么？好，我知道了。周董，刚司机打电话说被车撞了，暂时来不了。什么？奇了怪了，今天这破事怎么一件跟一件连上了？今天是新楼盘开盘的日子，出了这么多事儿，难道在叫车？我怀疑开盘仪式有问题。开什么玩笑？你们说不认识就不认识，骗鬼呢！姓刘的，你把我们大家当傻子是吧？就凭你一张嘴说不认识就不认识？我跟你们解释不通，也懒得跟你们解释，反正我跟他不认识，无论他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刚才他们又是毁相机内存，又是抢手机，无非就是你不想让今天的事情传出去嘛。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巧出现在这里？刘总，你们解释不清的。为什么解释不清？现在我就解释一下。今天我跟我的这些朋友们出来玩，刚到这儿就看到你们拿着相机乱拍。律师小妹妹，我记得法律上有个东西叫肖像权吧？没错，未经他人同意不能随便拍摄别人，否则就是侵犯肖像权。所以为了保护肖像权不受侵犯，所以我和朋友们就商量了一下，跟你们谈谈删除视频的事儿。你们那叫谈吗？上来就抢设备还打人，你们这叫犯罪！再说了，我们之前压根就没见过你们，怎么可能会拍到你们？我看你们就是为了删除我们的采访视频。没错，你们俩在这一唱一和，真当我们看不出来吗？反正我们真的只是为了避免你们侵犯我们肖像权罢了，只是手段粗暴了点。至于信不信随你们。一个黑心商人，一个帮凶，我呸！我们当然不信，也没有人会相信。等着的，我们会上报执法人员，他们也不会相信的。随你们的便，就算当着执法人员的面，我也是这么说。我们毁内存就是为了不让你们拍我们而已，跟这个什么刘总没有半分关系。兄弟们，内存都毁了吧？手机里面也没拍到咱们吧？没有。那就好。各位记者朋友，刚刚多有得罪，我们也是为了肖像权没有办法。大律师，往好处想，我这也叫维护法律，对不对？无耻，败类！我们一定会告你，追究你的责任。当然可以啊，随便告，到时候我会跟执法人员解释清楚。没事儿，该罚罚，该抓抓，我都认了。哼！徐东，他什么意思？看他一点也不害怕呀。如果他一口咬死，是认为我们拍到他们了，他们才这么做的，
那还真没法重判他们，最多寻衅滋事。让胡大海以侵犯肖像贼的名义删掉采访视频，刘强这招很聪明。就采访视频没了而已，咱们不还有能证明他们开皮包公司的证据吗？没有记者帮忙宣传，这件事闹不大。再者，现在他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切断那个皮包公司和他的一切联系。可记者们都看到了，都知道这个姓刘的真正嘴脸，他们可以帮我们作证。法律上最重要的是物证，仅仅人证证明不了什么。难道就让他这么躲过去了？这也太没天理了！既然现在已经解释清楚，把相机还给他们吧。我们的手机呢？把我们手机也要还给我们。手机数据是能恢复的，我们要拿回去好好检查一下。凭什么？那是我们的手机，你们有什么资格检查我们的手机？爸呀，现在什么证据都没了，这种机会错过就再找不到了。他想毁掉所有证据，可有些证据是毁不掉的。旭东，难道你还有别的证据？有证据就拿出来，千万不能让这老小子跑了。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我们？你的意思是？他可以毁灭所有物证，但无法毁灭人证。只要我们还在这儿，我们就是最好的证据。刘强，待会儿等他们一走，就带着你的人把这帮家伙，还有这口破棺材给我扔出去。刘强，这记者可都还在呢，能行吗？还给老子磨叽！今天要不是我足智多谋，指望你们早就完蛋了。现在就让你们做一点小事都不愿意？行，我们试试。都没问题了吧？没问题，那我们就先撤了。兄弟们，咱们撤！看样子是要对我们动手了。旭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不行就跟他们干，咱们不怕他们。虽然动手是下策，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只要能等到那个大人物来，让他看到这一幕，就还有机会。周董，车马上到了。刘强交代了，待会儿等他们一走，就带着你的人把张旭东他们轰出去。别给我犯浑啊！孙彪，董事长来之前不把张玉东他们轰走，咱们都得完蛋。怎么样，旭东，跟不跟他们干？他们要干那就干，反正今天要把事情解决，不然咱们可就白来了。旭东，现在记者都还在这儿，只要他们敢先动手，我们就是正当防卫，对我们影响不会很大，起码要坚持到大人物来。那就更没什么好怕的了，正好出这口恶气。旭东，快决定吧，别犹豫了。可我怎么觉得他们并不想动手呢？哼，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让我打人，你真把当我的二傻子是吧？记者怎么了？他们内存都被毁了，又拍不了东西，你怕他们干什么？可他们都在这看着呢，先动手就是殴打他人，还是团伙，这么大的罪名我可承担不起。孙彪啊，孙彪，你到底在怕什么？就算出了事儿，也有我和刘强给你撑腰。算了吧，一遇到事儿，你们只会把我推出去当替死鬼。相信你们，我早晚得被坑死。你要去哪儿？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滚！孙彪，别忘了以前咱干的那些破事儿。今天你要不听我的，你这辈子就完了。孙彪，孙彪，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呀？怎么回事？刘强
刚才我让他动手，结果他不愿意，还打我。什么？嘿，还真让你说中了，旭东，你小子可以啊！旭东，你是怎么知道的？一出事就把他推出去当替死鬼，他再蠢也不会上当了。再说了，事情越闹越大，他也知道，就他分到的那点钱，扛不起这么大的锅。趁着我现在没生气，赶紧立刻干活。你就是生气又怎么样？老子不伺候了！孙彪，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今天你要是不听话，否则就怎么样？别忘了以前的事都是我们一起做的。你知道我的手段，我给你3秒钟考虑时间。3、2、1。哎呦！你敢打我？就你们做的那些烂事儿，我没捅出去，已经够对得起你们了。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刘强，还有你，李大发，老子不伺候了！老子不伺候了！啊！这是什么情况？内讧了呗！今天这事儿闹这么大，总有人背锅。光有背锅的可不够，等回去我就做一篇专访，好好报道下建筑行业的乱象。刘总，您没事吧？可以啊，孙彪，翅膀硬了是吧？没问题，老子有的是人。你从现在起就是这个楼盘新的保安队长。我？没错，待会儿等胡大海他们一走，你就带人把他们连人带棺材都给我扔出去。啊？这刘总，记者们都在呢，这不好吧？你管他们干嘛？有我在呢，出了事我保你。别吧，刘总，你的人不也在吗？他们也能干。要是能用他们，我还叫你们干嘛？为什么不能用？他们是我的保镖，他们上这叫受我指使，激化矛盾。你们是这里保安，你们上就只是内部纠纷，明白了吗？刘总，我还是觉得这事儿有风险，你滚吧。你呢？想当保安队长吗？刘总，保安队长俺是想当，可是这大人……你也给我滚！你们笑什么啊？笑什么？当然是笑你啊！一出事儿就找替死鬼，现在没人愿意帮你了吧？活该！都那么有钱了，还贪我们这点钱，像你这种丧良心的家伙就应该去死！你再给我说一遍，怎么还想打我们啊？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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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那熊样，还吓唬人呢！哼！刘强。虽然我们的采访内容被毁，现在也没办法拍摄，但今天发生的内容我们都记在脑子里了。等回去我就整理出刊，揭露你的所作所为。你以为毁掉物证就万事大吉了？做我们在，我们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如实报道。别忘了，我们可都是知名报社的名牌记者，一个报道或许有人不信，但我们都去报道，大家一定会相信。没错，大不了我们联名报道，就算你能一手遮天，我不信你能封住所有的嘴。刘强，你要完蛋了！你们，刘总，形势不对啊！万一再拖下去，等周伯到了，要不咱们跟张旭东他们和解？张兄弟，咱们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何必非要这么做，把老兄逼上死路呢？我们从来没想过逼你，逼死你的是你自己。我们不过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你赖着不给就算了，还这么羞辱我们，你活该！这都是你咎由自取。要是当初你不拖欠我们的工资，怎么可能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刘强，一步错，步步错。如果你一开始能想到会有今天这个结果，那么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活该！人都是死到临头才知道后悔。早干嘛去了？还派这么多人，又是打人又是抢设备的，有用吗？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够了，张兄弟，咱就不说这些没用的屁话了，开个条件，咱们和解。现在想和解了？晚了，找你干嘛去了？现在你一句话就想和解，做梦！没错，别答应他，不和解，我们不接受。你们，我给钱，我现在就发工资。那本来就是我们的血汗钱，只不过是把我们应得的工资发给我们，那我们受的这些委屈呢？我们不答应。补偿，
我可以给你们补偿，1人100万，怎么样？1人100万补偿？这可是100万啊，够我打20年工了，还是1人100万？这大发、小周，准备打款。好的，刘总，我们不接受你的赔偿。我们不接受你的赔偿。徐东，这可是100万呢，大家都有。对呀，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刘强，我们不会接受除了工资以外任何的金钱补偿。你说什么？不接受？我都愿意给你们钱了，你竟然不要？为什么，旭东？我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工钱吗？现在他愿意给钱了，为什么不要？对啊，大家一辈子可能都攒不到100万，为什么不能要？旭东，咱不能光为了跟他们置气就放着钱不要啊！这个张先生真奇怪，都愿意给钱了，他竟然不要。对啊，现在大家挣钱不容易，他竟然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张兄弟，刚才你旁边那大爷说的对，没必要为了跟我作对，放着大家的利益不要。你不想要钱，大家还想要呢。旭东，到底是什么情况？说，这100万所谓的赔偿，我们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啊？我们是来要钱的，没错，但我们要的是工钱。如果拿了这100万，那不就证明我们是来闹事儿的了吗？而且之后他完全可以说受我们逼迫才给的所谓赔偿，告我们敲诈勒索，到时候我们就百口莫辩了。好你个姓刘的，我就说你怎么好心给钱了，原来是在这挖坑等我们跳啊！都现在了，你还想害我们，卑鄙无耻！我什么给你们挖坑了？张旭东，你别胡搅蛮缠啊！说这些不就是嫌钱少吗 ？OK， 没问题，条件你随便开。我的条件很简单，第一，发放全部被你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没问题啊，我刚不都说了我会发工资。第二，向所有被你们羞辱过、拖欠工资的人道歉。这也没问题，该我道歉。第三，立刻自首。立刻自首！什么？让我去自首？你罪行累累，自首是你最好的归宿。张旭东，你非要逼死我是吗？我再说一遍，没人逼你，任何结果都取决于你的选择。你很清楚，再耗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才是你应该做的。喂，什么？来了？周董，咱们上车吧。刘强，到此为止了。不要再负隅顽抗，给大家彼此留一个体面。你们真以为自己赢定了？好，这可是你们逼我的，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给我拦住他们1个小时。胡大海，给我处理掉这些扰人烦的家伙。刚才你们不还说不认识吗？现在这是原形毕露了。我们早就看出来了，装到现在累不累啊？刘总，不是您说尽量咱俩别扯上关系吗？老子受够了！老子受够了这种蠢货！让你的人动手，把这帮恶心的家伙还有破棺材都给老子扔出去！你们敢！这是恼羞成怒了，要出大事。嗨呀，刘总，咱们当时都说好了，我们只负责帮你毁掉那些可能的视频证据，这突然让我们收拾人，少啰嗦了，给你们加钱不就得了？赶快动手！刘总，你也知道，我才刚出来，这闹这么大的事儿，别废话了，开个价，我只要一个价格，一口价5个亿，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刘总别生气，毕竟大律师说了，弄不好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好，
就按你说的价，不过你只有1个小时。1个小时吗？足够了，兄弟们，关门干活了。兄弟们，关门干活了！都给我老实点！旭东，现在怎么办？看样子他们是要来真的了。干就干，我们才不怕他们！刘强、胡大海，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犯罪！我警告你，立刻放了我们，不然怎么样？你打我呀？胡大海，别忘了你才刚出狱，就犯这么重的罪，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下场？干完这一票，老子就出国潇洒去了。刚才你们一个个的还自诩什么正义化身，什么我快完蛋了，还要联合报道我。现在怎么知道怕了？我们才不会怕你，我就不信你敢把我们所有人杀了。放心，我们活得好好的，才不会犯这种重罪嘛。那你想怎么样？为了防止你们出去以后胡说八道，报道一些不实的东西，那你想怎么样？我需要你们给我留下点东西，你们的裸照。你们敢！我警告你们啊，我舅舅可是执法队的，你们要是敢这么做，我舅舅不会放过你们的。可以啊，不过到时候你们的照片就会在整个网络乱飞，到时候看看谁更丢人。这帮家伙可真够出声啊！连这种主意都能想出来，呸！人渣！我们可以不把这里发生的任何事说出去。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万一你现在答应的好好的，出去之后就出尔反尔，我不就完蛋了？好，不想被拍裸照可以，你们得给我签一份协议。什么协议？什么？成为我的专属记者。为什么要我们成为你的记者？因为这么做，一旦你们把他的事儿报道出去，他就可以拿出这份所谓的商务合同。这合同怎么了？你们都是各个报社的签约记者，如果被人知道你们私下里还是别人的专属记者，传出去，你们在媒体行业名声就臭了。你要用这种方式威胁我们，真卑鄙呀！我卑鄙？行啊，那也有光明正大的，拍裸照呗。别吓唬这些小姑娘了，有什么冲我来吧。徐东，没事。张旭东，刚才老子都那么低声下气求你了，可你呢，仗着自己有理，胡搅蛮缠。现在这都是你自找的。胡搅蛮缠？不，我们只是说出真相，而你却接受不了真相罢了。少说这些有的没的。不过说实话，张旭东，我挺佩服你。周董已经很久不去楼盘视察，今天突然破天荒要来开盘仪式，是你的手笔吗？周董您好，我叫张旭东，我的父亲张有根是您公司名下一个楼盘的普通工人，我实名向您举报，工地保安队长孙彪、经理李大发和副总刘强合谋侵占农民工工资，我会为我接下来说的所有话负法律责任。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在开盘当天亲自前来验明真伪。你一直折腾到现在，不就是在等他来吗？但现在要让你失望了，他暂时来不了。师傅，辛苦咱能不能快点？对了，周董，您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视察开盘了？我接到举报，
什么情况？我去！今天这是见鬼了吗？怎么一辆接一辆？你们特他妈怎么开？你他妈开车的眼瞎呀！今天人是不是都有病啊？你们追问我怎么开车？我去你大爷儿的！快，别动手！张旭东，你等着周董来，我就偏不让他来。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愿望落空。就算他今天不来，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真相。到时候那你还能用什么办法？可惜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的。收拾完他们，该到你们了。要不是我好心给你们口饭吃，你们这辈子都没有出村的机会。你好心会谈下我们的工资，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我们干活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不是谁好心给饭吃。就是你口中的能人，构建了现在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你侮辱他们，就是侮辱了所有劳动者。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蛀虫，才是社会的垃圾。他们不偷不抢，只靠自己的本事挣口饭吃，而你们却连他们应得的薪资都要贪污，你们才是垃圾。我懒得再跟你们废话，最后一句，滚还是不滚？上，动手！住手！周董，村长，这边。周董，你们过来了，我解释一下。你不用再说了，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您知道？我只是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丧心病狂，为了不让我过来费尽心机。要不是有张村长在，我还真来不及看到这一出好戏。周董，小东，乡亲们都交代好了，开盘当天大家都会去帮忙。谢谢村长，我还要麻烦您一下，我想麻烦您帮我一个忙。没问题，你说，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能用得上。周董开盘当天会亲自前去，但我担心刘强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周董过去。村长，我需要你到时候去找周董，必要时带周董过去。放心吧，交给我了。别打了！哎呀，别打了！放开他！放开他！住手！我以为自己培养了一个人才，没想到却是一个吃白吃喝白血的混账！对不起，周董，我跟您解释一下，我说啊，我还真想听听你怎么解释呢。说，他们，对不起，周董。对不起，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想解决所有问题吗？我问你，是谁给你挪用工程款的权利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走。跑了，胡大海他们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跑不了的。还有你们，一个经理，一个保安队长，蛇鼠一窝，沆瀣一气。有你们在，这公司迟早得垮。周董，我求求您再给我一个机会吧，以后我一定好好工作，再也不亏心事了。周董，你该求的人从来都不是我，是这些被你们拖欠工资、肆意羞辱的农民工兄弟。张兄弟，还有各位叔叔大爷，之前都是我不对，我不该拖欠你们工资，也不该羞辱你们。我不是人，我混蛋！各位大哥大爷，以前都是小的任性，我不该欺负你们，我错了。你们都知道，我就是听话干活的，他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对不起各位，我是混账，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们就原谅我们吧。张兄弟，你们最该道歉的是他。老张叔，对不起，我们不该折腾您的，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叔，你的事跟我无关啊！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有这种离谱要求。张大叔，我就是随口开了句玩笑，没想到旭东兄弟还真把您请来了，惊扰了您，对不起。爸，所有欺辱您的人都抓住了，您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周董，他们几个人在那边。刘强、李大发、孙彪，经调查，你们3人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聚众闹事，伪造袍包公司骗取公司财产。跟我们走一趟吧。太好了，坏蛋终于绳之以法了。周董，谢谢，真的很谢谢你。该说谢谢的人不是你们，而是我。我年纪大了，识人不清，如果没有你们坚持抗争，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所以我要谢谢你们，谢谢。还有各位记者朋友，也谢谢你们承担起监督的责任。你们放心，关于滨海乱象，我绝不包庇。另外，我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大家、向公众说一声对不起。你就是旭东吧？周董您好。你们的故事刚才村长都跟我说了，能想到用这种较真的方式，我很佩服你。但凡还有别的出路，我也绝不会走到这一步。我知道，这个世界需要很多像你这样较真的人，只有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才能让那些作恶者知难而退。谢谢。去，给我打盆水。嘿呦，不是，姓刘的都到这份上了，还支持我们是吧？还不是因为你们太蠢！要不是你们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怎么能来这儿？就你有能耐，就属你拿的最多，却屁事干不成。以前要不是我们给你扛着，你早完蛋了。起码我不会让私人亲自来，结果人家直接把棺材抬来了，傻眼了吧？谁知道他还真当真了？蠢就是蠢，刘强你大爷！啊！你又打我，有好处你们俩分，就给我那么一丁点儿，出了事就把我当替死鬼。你跟李大发一样都是混蛋，我混蛋，要不是你瞎咧咧，能有今天这事儿？我跟你拼了！李大发你大爷！据本台消息，以胡大海为首的黑恶组织被执法队成功破获。另外，滨海集团董事长就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道歉。胡大海那帮人被抓了，罪有应得。我要回赵磊的律所了。你们不是对手吗？我跟他只是有时候观念不太合罢了。上次看他那么正直，还是可以的。不过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哈。旭东，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什么打算？找份工作过日子呗。不然接下来你帮我吧。帮你？帮我。经过这么多事儿，我切实体会到了咱们农民工的难处。我想成立一个专门帮农民工维权的组织，你觉得怎么样？要是能成，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世上还有人像我和我爹这样遭罪了。一定会的，只要我们努力。